最近网友说让我讲些实用方面的物品，问我盐水电焊机可不可靠。本来呢是准备谈谈离子飘升机的原理，我觉得电焊也是个不错的话题，毕竟很实用。所以接下来上期来讲讲焊接三部曲：电焊、氢氧气焊以及乙炔氧焊。这两种气体焊的温度都是非常高，可以达到3000度以上，几乎是无坚不摧啊。像这种工地上师傅们焊接钢筋的工具就是乙炔焊。为什么会达到这么高的温度？又该如何低成本制造呢？到时候再说吧。那么回到正题，今天我就以一个低于50块的成本来探索一个电焊机方案。第一个就是网友所说的盐水焊。那什么是盐水焊机呢？直接就是接火线流经盐水池，然后接上焊枪，以盐水池作为一个短路缓冲，不然家里肯定会跳闸的。还是那句话，这东西只能中午焊，因为早晚会出事。光说不练假把式，光练不说傻把式。年轻人的第一台盐水焊机闪亮登场。原理如图，火线流经盐水池。这个装置用的是一个小鱼缸，设计灵感呢来源于 IBM Q 量子计算机。中间是电子管，专适合养鱼加热用的，都是独立电路，可以按需供电，可以调节极板之间的距离来控制功率大小。整套零件下来不超过20块。有人拼才华，有人拼颜值，有人拼技术，我就是拼命。今天我就实践一番，让你们开开眼界。实验有危险，不要模仿，你们只需要了解一下就行了。如果要用这玩意来焊接的话，不仅需要成熟的行业技术，还需要过硬的心理素质。都能拿这么长的电弧，感觉不是在烧焊，而是在玩 JVS 驱动的高压包啊！算了，我判了你了。下一位，这是一个微波炉变压器，刺激线圈被我拆了，然后自己缠的线圈。为什么选微波炉变压器呢？因为便宜，功率也不错。本来想自己用环形变压器来缠线圈，但是肯定是要远超预算，而且还麻烦。这里有个重点，为什么变压器能变压呢？我们都知道电能生磁，磁也能生电，这个变压器就是这个原理。一个缠在硅钢片上的线圈通上220伏电，因为是交流电嘛，所以产生的是一个交变的磁场。如果在这段硅钢片上再缠上线圈，那么这个线圈就能感应出电流。如果你想输出电压高线，你就多缠几圈；如果你想输出电压低线，你就少缠几圈。如果你想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还高，那么刺激线圈比出击线圈的抓数多就行了。你想提高输出电流，那就提高单闸线圈的磁感面积，也就是用粗线圈缠在上面。无论是升压器还是变压器，都是这个原理。但是降低电压的方式不一定只有这种，比如说用电阻、二极管、阻能降压，升压的也可以用电容背压电路，比如说发烧友喜欢玩的马克思发生器，其本质也是串电容升压，这些我则不再过多赘述。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了，为什么我这个变压器会流出这么多抽头呢？因为之前点焊锂电池就是通过这个变压器来实现。一共是3组线圈，分别是1伏左右、3伏左右、24伏左右，3组串联起来差不多是27伏左右，可以通过不同组合的串联方式来供给不同的电压。我开始是准备使用35伏的电压，这样焊接很流畅，又能兼顾安全性。只是这个线圈实在藏不进去，没有前行表我就不测这个变压器的电流。27伏的输出电流大概在33左右，收 1.2 的焊条问题应该不大。来看看单独3伏线圈的表现吧。
应急的话还是不错的。那么第3个方案就是电池，本来考虑用法拉电容，当时不符合50元以下成本 DIY 主题。结构如图，4个磁组，每一组12伏左右，双走线模式，即使坏了1-2颗也不影响使用。弹性端口最高可窜到48伏左右，如果不行，那就改做逆变器应急电源算了，这也不亏。窜到48伏看看，反而火花更小，可能是没电了。因为一开始我也不是很看好，因为连接电池的裂片本身就不是为大电流而准备，焊条是很难熔断，这些电池倒是最容易短路发热，甚至是损坏。用大容量的超级电容边充边放是可以实现，但是成本一旦超过100就很没必要，因为市面上最便宜的焊机也才100多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。